他们没有收服务费，没有收服务费999，我刚刚是1998。哦。因为网络定位来到了三峡，这间吃到饱呢是日本料理店的吃到饱哦，现点现做的美味。那它呢一个人是999元，可以吃2个半小时。那现在呢就带大家进去里面看看家味道日本料理菜色如何吧。那我们就走咯。在3月份的时候会直接涨价，所以在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呢，是已经调整过后了。那今天我们来的时间是平日的晚餐，一个人用餐的时间呢是2个半小时，一次点10样，每一样呢只能点1份哦。饮料呢是没有记录在里头的，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详细看他们的菜单。那我们现在第一轮的菜色已经上来了。首先我们第一个吃的呢是干贝炙烧握寿司，他们的上菜速度还蛮快的，点完餐之后大概5分钟内就陆陆续续所有的菜色都已经上桌了。干贝很新鲜很冷，炙烧3次的话稍微淡了一点，但是米饭呢是非常 Q 的，甜度有点高，米饭的甜度醋味的话比较淡，没有特别酸。那如果你们在等餐的时候呢，餐点还没上来，可以去他们的自助调理区那边免费的鲜鱼汤可以喝，味噌口味的。然后看它里面的用料，它鱼种应该是随机的，有鲑鱼跟旗鱼。味噌汤是属于比较咸口的，我喜欢那种比较咸的味噌汤。鱼肉很嫩，好像不止旗鱼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白肉鱼。他们味噌汤很厉害，我很喜欢。还有一些白萝卜丁。这里可以一直吃干贝哦，所以我就选了很多干贝啦。他们的瓦萨比看起来是自己磨的，不太像调和的，吃起来也没有那么有酱。加了菌局，干贝的鲜甜度还蛮够的。干贝是很肥厚的，是蛮有厚度的干贝，吃起来也是很甜的哦。我很喜欢吃这个萝卜丝。萝卜丝呢也是很新鲜的萝卜丝，吃起来脆甜脆甜的，是入口即化的干贝。那刚刚点的那个一份是5颗哦，鲜食级的干贝。那接下来要吃的这一盘呢是3片3握特殊的限量的刺身盘。刚刚吃很多干贝了，现在来吃鲑鱼，鲑鱼的厚度也是非常大的哦，长度也是很大。鲑鱼的油花看起来中规中矩的油花，鲑鱼太巨了，所以要稍微咬一下。后面尾段的油花比较漂亮，所以吃起来水香的，好吃。握寿司的油花就比较漂亮。鲑鱼握寿司的鲑鱼我比较喜欢，它比较油，吃起来呢就比较化开。他们的醋饭都属于比较甜的醋饭，它的厚度呢也是非常大，稍微咬一下，而且一口进不去。接下来吃他们的生虾，就是天使红虾的刺身。红虾我很喜欢，红虾很滑嫩，而且很新鲜。如果是不喜欢吃太多淀粉的人，建议你就可以点他们纯刺身。我刚点的刺身盘3种，就是有天使红虾、鲑鱼跟干贝，我都觉得非常值得点。手卷刚好中途上啦，先来吃手卷，不然它那个还会软掉。他们鲑鱼卵里面是有包饭的，还有黄瓜丝，蛋卵的话是属于小颗的，看看能不能一口。甜咸的鲑鱼卵，给的鲑鱼卵的分量是很足的，不是死咸的那种。不过它大概有半只都是饭哦，吃多了会很容易饱。海苔的香度普通，黄瓜丝可以增加口感，所以它吃起来是有层次的。这一款我因为就有吃到醋饭的酸味，不错。那由于 QQ 开车，清酒呢我就自己点自己喝啦，点个小杯的，他们的清酒是小小壶的，可以一直续哦，没有很辣，而且是凉凉的清酒，不是温的。可是感觉不能一口闷啊，因为它是很甜的清酒，还蛮好喝的，让你忍不住一直往嘴里塞。中途吃个热的水莲，我的最爱。
水莲炒得很丰盛，很大盘啊，里面的配料有洋葱、胡萝卜丝、柴鱼片、蒜头，属于清炒型的。水莲炒得很优秀，蒜味很足。喜欢吃热食青菜的人，这个必点。感觉他们还有用煎鱼啊跟柴鱼高汤呢，或者是调味粉下去煮，因为还吃得到柴鱼跟煎鱼的香味，还不错。水莲吃起来不会很油哦，是属于清爽系的水莲，很脆，好吃。接下来吃的是生蚝，花鱼杠的话就是1颗，它是5味的日本生蚝，蚝味是没有腥味的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甜的生蚝，这个吃了不会胖。五味酱感觉是为它量身定制，可以把生蚝啊肥嫩的鲜甜度都带出来，真好必点，好吃。接下来喝的是他们附的免费的梅亚德哦，那他们供应的梅亚德呢，口味是比较清淡的，刚好适合你在吃烤饭啊，像重口味的话呢，可以把你嘴巴里面的杂味去除。这是他们的炸子，用了蒜头、葱花，总要为了吃，我稍微放了一下，比较软。人要吃的话，加肉稍微硬一点，咬久了可能会偏干。如果喜欢鲜嫩的虾子的话，建议可以点他们的烤虾，这个话是比较贴心，它帮你把壳啊都是做过去背啊、去肠泥的处理，连尾巴炸的也都可以吃的。不过这一道偏咸。接下来来吃他们的虾子，那这是他们的烤虾，偏嫩。虾子吃起来非常的紧实，虾味非常的浓郁，而且还有炭烤的香气哦。而且每个虾都是有包容，好吃，很甜，吃下去就很幸福的家里。那他们点完餐之后呢，菜单会帮你收走。你如果还想再点的话呢，可以去他们的柜台左手边拿新的菜单。吃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第2轮啦。好，谢谢。在那边而已，好好。你有想要再吃什么吗？你帮我选用。好。那他们这里有附软性的饮料哦，感觉来到像居酒屋这地方就要来一点可乐。饮料的话，如果你是点茶类的话，它直接给你1罐哦。我最喜欢他们的清酒，他们的海产配清酒。那刚刚点完之后，大概不到5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呢是鲔鱼刺身以及北极贝刺身，这个的话我就没有点刺身盘了，因为怕自己吃不完。那单点刺身的话呢，他们的分量给的蛮足的哦，而且每一片呢都是蛮厚的，他们每一个的瓦萨比都给的非常的大，这应该是可能也是调和的瓦萨比，但是没有那么强，还蛮厉害的哦。北极贝给的也很厚哦，这是它的大小，但是从侧面看的话是很肥的哦。北极贝非常的厚实，在外面吃的北极贝很多都是已经破烂了，他们家呢是直接给你1整片，厚厚的，而且感觉非常新鲜哦。来单单看北极贝附5味酱，两个还蛮搭的，而且你可以直觉越香，他们5味酱很赞，我还蛮推他们5味酱。北极贝吃了第3片了，我觉得还蛮有活力。北极贝这一款的话，吃刺身会比较好，而且它需要咬，加贝吃饭的话可能会咬比较久。因为他们的鲔鱼也是厚厚的，但是颜色的话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美。鲔鱼就是中规中矩的鲔鱼，吃起来就是比较普通一点。那第2个很快就来的呢是起司鲑鱼炙烧握寿司，接下来要吃比较肥的啦。看到这个就很开心，很香耶，不过要稍微近闻才会闻到它的香气。饭的话感觉给的量蛮大的，这一种。没有，这饭要放水皮哦，然后还有烤虾，谢谢。很肥很香很多。等我吃下去，是因为我是一口塞，所以它起司的香气呢是我晕才出来，没有直接一入口就直接冲到你的脑门，它算是比较温和的、温柔版的，饭的存在感还是太多了。还好他们的饭煮得很好吃，现在的话很出书吃饭，所以我来剥虾啦，我还蛮喜欢剥虾的，很痛。剥虾的乐趣就是可以边吃边吸的吧。前几回吃泰国虾，吃到有点胖，有好几天都不碰虾子。
去逛街看到泰国虾的时候，整个就是觉得哦不行，他们的虾呢没有调味就很好吃咯。吃烤物就喜欢配可乐或者是有气的，但我最喜欢配的是苹果西打还有维达利。第二轮呢，看了一下菜单，很多都是淀粉类的。我们今天就没有主攻淀粉类，主攻这种原型食物多一点，因为感觉原型食物吃起来然后罪恶感比较没那么重。大概就会给你一张这个啦。你如果忘记自己吃什么的话呢，可以在上面直接检查你点了什么哦。你要录一下吗？那个极限。新酒给超满的啦。新酒给超满的，这个就是在挑战我们的技术。天哪，我觉得他们这家真的是非常好，他完全不怕你们吃，就是不怕我们吃，量都给了很足，也不用担心说自己会吃不饱。其实我吃第二轮的时候的中间，我就觉得蛮有饱足感的，而且他们的收桌啊，以及我看他们的一些周边服务，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单点的，服务人员呢都不错。我先吃羊肉串，因为这只有我一个人敢吃。不想吃。羊肉串很大哦，你看比我的脸长。闻起来呢，羊骚味有孜然香，嫩嫩的羊肉有腌过，好像还有腌过酒，还有酒的尾韵。而且因为它比较咸，又容易口渴，但吃起来呢算是蛮普通的。牛肉串的串子呢就不太一样，是铁串。而且牛肉看起来刚上桌的时候非常的嫩。我推牛肉串，它也是有腌过，我比较不喜欢腌过的肉，只是没有腌过的话，它就比较柴比较硬，腌过就会嫩嫩的。可是它这尾韵有点骚味，但跟羊肉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它的 CP 值比较高，是属于甜口的肉串，就是有一点刷蜜汁的感觉。牛肉串的汁水蛮多的。这是他们的明太子山药哦，那他们上桌的话就是5片，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冻是我吃掉，没有，它一上桌就是5片啦。可是厚薄度的话好像有点差，有可能是因为它这片比较厚，所以它就给我5片。而且像洋芋片大概的厚度比较厚的明太子，它就给很多，很香的明太子也是蛮重的香气，可是没什么炙烧的香气，没有什么烤过的味道。山药表现的不错，很嫩很嫩，很甜很甜哦，比较厚的吃起来哦就很幸福。我讲这个厚度。山药吃起来比较有香气跟存在感，推荐你一点，只不过这就是要看运气。而且大片的好处呢，是你明太子还可以吃到它的啵啵感，好像都来了，是吗？那他们出餐很快啊，是我点来解腻用的，转换味蕾的柚子萝卜，他们给的分量蛮多的，也是甜口的，他们家很多都是偏甜，我只喜欢再酸一点，如果它再酸一点我就很爱。不过它蛮清爽，吃起来不像欧燕的，它吃起来蛮像他们自己做的。尾韵的话还吃得到一点点萝卜的苦感，但推不推荐点呢？我是觉得还好，你真的喜欢你再点就好。我看他们位置上还有其他的小活动，内用平心打卡送白虾肉寿司2块。你如果是单点的话，这个应该就蛮适合的。吃到饱的话不会特别想要。已经开吃第3轮啦，第2轮我的饱足感就蛮够的，所以现在就吃点清爽的。新点的这个5味章鱼刺身，很长，厚度的话算还好，是正常厚度，但是看它的光泽度是很美。我好喜欢他们5味酱。章鱼好吃，但就是很嫩。这个有一些是 Q 酥的，我就不吃了。我的在这里，嘿嘿，鲑鱼卵，鲑鱼卵很炸哦。每次看到这个，我就想到平路寿司。看起来好吃。哇，它的鲑鱼卵好幸福，比刚刚手卷还幸福。刚刚手卷饭的比例太多了。炸鸡，我感觉饱足感很重，可是它炸的颜色有点深，因为我刚刚吃它的盐酥虾有点硬嘛，我感觉鸡肉现在看起来应该也一样。很好，没有什么味道，不过就偏干。我觉得它的皮啊的比例很重，它咬不到肉，有点凉凉了之后呢，吃蒸蛋刚刚好。发现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干贝，试试看。干
干货的干贝，鸡肉很小。好马吉串，他点一份的话是这样一串，其实这一串还蛮多的。如果你是2个人的话，感觉2个人直接一起削就好了。黄豆粉、芝麻分量很足啊。不过它不会很粘牙，就很脆口。可是它虽然一开始咬没有粘牙，但是你咬到后面的话，还是会稍稍卡住牙齿。可是它的味道还不错，酱的搭配比较甜。我觉得那肉汁很好吃哦。接下来吃他们的虾卵，虾卵给的量非常的多，而且虾卵握寿司它是配蔬菜的，没有配饭。看一下是什么蔬菜，高丽菜丝。高丽菜丝的话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分量。菜的量很重，大概讲1/3的虾卵，2/3的菜。但是它没有美乃滋，我非常满意。它一样有小黄瓜，增加它的脆感。然后分享一半给叔叔，因为刚刚那个鲑鱼卵被我吃完，我没有分给他，感觉我的良心有点过意不去。给你，帮我吃过，你吃。那的，那我要没良心了，这个好吃啊。第3轮喜欢的就是虾卵手卷，好吃，其他我都觉得中规中矩。因为我们吃饭的速度大概2个半小时的时间，2个人用餐，点4次的单，我们第4轮就点3样了，那是最后一次点单，但我觉得已经自己快要满了。给你的鱼类呢折一半，最多可以出2罐了吧？吃的比目鱼呢入口即化，可是因为它切的比较大片，所以你还是要咬一下。鱼呢是没有什么腥味的，这一款的话我也推荐必点哦。我的饭后点心我挑这个。他们一份的话大概是8颗，甜度算半糖，其实蛮酸的，酸度的话应该算8分吧。但我就喜欢这个酸度，番茄的那个汁水都腌得很入味。我们今天都没有点比较正式的手指，因为怕自己吃不下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点。还有乌龙面与热冻饭，像我觉得光握寿司这样吃那个饭，我的天灵盖就已经满，没办法再吃其他的东西了。如果大家比较喜欢有品质的吃饭，可能还是要选平日。像我们今天平日来的话，我就觉得还不错。餐点呢很快就上以外呢，座位坐起来也舒服舒适，整体体验下来呢是还蛮喜欢的，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这一家啦。嘉味道呢，他们寿司我觉得是吃到感动的不多。第1名的话就是烤的炒虾，味道实在新鲜，以这几轮点下来的话，分量也都很足，所以它是我整个综合排名起来的第1名。第2名就是它的刺身盘，可是刺身盘它有一个很大的心机，它的刺身盘一点下去，不管你是干贝、虾子还是鲑鱼，它就是固定会有给你3片的刺身，3片的握寿司。可是你如果是小鸟胃的话，你点到那一个绝对完蛋。每个握寿司的那个饭量，我都觉得可以握2罐，反正它的饭量就是给你很大，鱼片也是给你很厚。第2名就是刺身盘。如果以第3个来说，手卷的话我很喜欢虾卵手卷跟鲑鱼卵手卷，这2个表现都很优秀。可是鲑鱼卵有个缺点，它给的饭太多了，但是虾卵的话，它给的生菜很棒。前3名就是这3个。我先看他们官网有没有改变游戏规则。有改的话呢，就照着他们官网走吧。那我是夜猫 QQ 亏你，很开心呢，也看完我的影片。那一样祝大家幸运满满，财宝旺旺，身体健康，平安样样来。嘿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超饱的耶！原来在很饱的时候闻到有烟味，是一件凌迟。我如果到前面是炸物摊，如果有炸鸡的味道怎么办？吐给你看，嘿嘿嘿嘿。看到有炸物了哦。啊，不要，我不要看。但吃的是蛮幸福的，很开心。完了，我觉得应该要戴口罩。现在食物的味道，哇，天哪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好饱好饱。你走慢一点啊！你吃饱了为什么可以走那么快呢？改天要找个时间再来逛三峡这里。你看三峡这里就有2间很好吃的日本料理啊，我很开心。